人鬼诸神、3000世界。《西游记》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完整的三界，即天地人。天指的天庭，地指的地府，人指的凡间。这三界各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及统领者。虽然都有统领者，但在大家的印象中，凡人因为没有法力，应该是属于末位的。确实，天庭的神仙法力高强，地府的十王掌管三界生死，而凡间的人类反而没有什么权利。也难怪大家会这么想。但是李世民在人间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。为何这么讲呢？因为观音出现时，他从来都不跪拜，这就足以说明他的特殊性。那凡人皆跪拜的观世音，他却不拜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李世民是支持唐僧西天取经的，这一点在原著中可以得到肯定。只不过李世民是经过一番观音如来的运作之后，才开始支持唐僧的。唐僧其实相当于如来早就内定好的西天取经之人。作为金蝉子转世，如来为了帮助他的二徒弟能够顺利升官加爵，也是费尽心思。金河龙王因为下雨的问题的向李世民求助，但是最终还是被魏征在梦中杀了。李世民的魂魄也因此来到了阴曹地府，但他这阴曹地府走一遭，还是安全还阳，并且增了20年寿命。临走的时候，十王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李世民还阳后一定要举办水陆大会。在这也可以看出，如来应该是与地藏菩萨打好了招呼，目的性十分明确。果不其然，李世民阴曹地府的这一次经历让他心生畏惧，还阳后举办水陆大会，还选中了唐三藏来主持，顺理成章地为之后的西天取经铺下了路。此时身为人间之主的李世民自然是知道了自己被安排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毕竟自己是一个凡人之身啊。同时因为李世民尊崇老子，所以说他应该是信奉道教之人，显然与观世音不是同道中人。而且大家也知道，在那个时期，佛教与道教之间是存在斗争分歧的，所以即使见到观世音菩萨，李世民也有不拜的理由。前文说到，人鬼诸神3000世界，浑天分为三界，为天地人。而李世民作为唐太宗，打下大唐盛世，为人间之王。虽说这三界统领中，只有人界的统领没有法术，但人界的存在对整个三界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。贵为三界大统领的玉皇大帝，自己天庭的事情还忙不过来，其他地方的管理都是有相应的人去承担的，例如后土娘娘掌管大地，所以李世民负责的便是人间凡人的管理。他的一句话，一个决定，能对整个三界产生微妙的影响。《西游记》中几乎每个仙佛都有自己的庙宇，凡人们会通过这些庙宇对相应的神佛进行供奉。这些庙宇实际上就是仙佛的第二官邸，是他们用来了解凡间情况的联络站。仙佛们根据人们的需求去帮助凡人，进而赢得人们的信任。也可以看成各家各派的仙佛通过帮助人们抢占地盘。如果说李世民下令封杀道教或者佛教，禁止人们供奉相应的神佛，那么必定会有一方失去对人界的联系与控制，进而缩小势力，被另一派别打压。所以说李世民的身份是很微妙但重要的。原著第10回，金河龙王将李世民带入阴曹地府进行谈判，唐太宗本以为要先接受一番酷刑，而后打入地狱，结果迎来的局面让自己都意想不到。地府的10代阎王阎罗王这样说道：陛下是阳间人王，我等是阴间鬼王，分所当然，何须过让？从此可以看出李世民人间之王的身份是十分特殊的。反观观世音菩萨，他虽为4大菩萨之首，7佛之师，但地位在如来之下，说白了就是如来手底下的一个打工仔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天庭的臣子都称呼玉帝为万岁，这与凡间朝廷大臣称呼皇帝是如出一辙的。我也是想透过这个小细节，也侧面地展现了玉帝与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在某个角度上思考，李世民是与玉皇大帝平起平坐的。那么作为人间之王的李世民，自然不用向观音叩拜。虽说李世民为人界之王，但始终是一个凡人，他能不向观世音叩拜，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源于李世民的前身。
地府时代阎王见到李世民卑躬屈膝不敢招惹，而且给他加了20年阳寿。观世音现身，众民众官皆俯首叩拜，但李世民不为所动。其实这都是因为李世民的前世身份太厉害了。根据记载，李世民的前身其实是北极紫薇大帝。说到紫薇大帝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他是和玉皇大帝同属于6御之一的存在，就连作为3界大统领的玉皇大帝都要对他恭敬有加。那么这紫薇大帝到底有何本事呢？我们就从他的手下看吧。他拥有4大战将，便是北极4圣。今天只说一位，那便是居于4圣末位的真武大帝。这真武大帝号称是3界所有妖魔鬼怪的克星。当初悟空大闹天宫，闯至凌霄宝殿门口时，被一人拦下。这人法术造诣不低，在当时的悟空之上，而这人便是真武大帝的手下。由此可见真武大帝的水平。再这样一对比，这李世民的前身北极紫薇大帝有多厉害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民间曾有传说，这位大帝是盘古的儿子，就连民间伏羲的真身也是他。这位伏羲可是人皇，可以说民间之所以走向辉煌，完全是因为有他。孙猴子在天庭作乱时，曾经遭到众神的压制，在他想要进入凌霄殿找玉帝时，被挡在了凌霄殿外。在人们的认知当中，孙猴子的法力可是少有人能比的。虽说他的功法比不上如来，还被如来设计压在山下500多年，但是取经团队遇到那么多妖怪，都被他设法给解决掉了。可是孙猴子那么厉害，却仅仅是一个亡灵官就把他给拦住了。由此可想，这位亡灵官的法力到底有多强了。而这位亡灵官的上司正是真武大帝。这位大帝仅仅一个手下都那么厉害，他本人的实力就更难猜测到底有多高深了。虽说观音的地位也很高，可是真正要论综合地位，紫薇大帝的地位直接碾压观音。而李世民作为他的转世，在明知道自己前世身份地位的情况下，看到观音却不进行跪拜之礼，也是合理的。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西游，可以说是一位高级政治片，职权拥有很大的便利。如果不是李世民的前世官职比观音更大，他见到观音也是必须要行跪拜大礼的。而观音菩萨属于5老之一，按等级来讲，紫薇大帝是观世音的上司，所以李世民见了观音菩萨自然不用叩拜，这也是让十殿阎王畏惧，让玉皇大帝敬重的最根本原因。西游记通过这一故事情节告诉我们，看人不能只看表面，凡事都要拎得清。身边不起眼的人，可能就是你甚至你的上司都得罪不起的人物。最后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说人真的有前世，那么你希望继续背负前世的所有继续前行，还是愿意断舍离后重新出发呢？